音楽の一部として取り込み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は強いですね。
夏の匂い海へと続く道光る波と主任说到3之后，全部嘴巴闭下。1、2、3。那个3班男生，3班男生有听到吗？来，今天这一节是我们5年级这个学期专题探究课程的成果发表。那主任还有在座的各位评审老师都很期待你们经过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哇，跟5年级上学期比较起来，我们很期待你们有所突破，然后让我大开眼界。那待会我们比赛。还是一样，每组几分钟，4分半。然后4分钟的时候，我们的计时的老师会按一声短笛，4分半又一短一长，然后就下来了，好不好？那待会主任还是在这边提醒，我们早上上台的顺序按照抽签，拔得头筹的5年4班第一棒。然后第2组上台是5年2班，再来第3个是5年5班，第4个是5年3班，然后第5个5年6班，那最后压轴的是5年1班，按照这个顺序。那这边主任还是提醒，依照以往很多小朋友上台，哇，他可能准备很充分，可是往往报告的时候都觉得，其实有时候声音要出来嘛。还有不要屁股对着台下，好不好？我们不要看着前面的幕后，然后在那边讲，在那边念。我们报告应该还是要面对着下面的听众、观众，可以吗？好，待会来，我主任这边还是一样介绍一下哦。今天很辛苦特地来担任评审的。那我们首先这里掌声欢迎新伟老师。再来是熊云老师，好，再来第3个是依禅老师，再来第4位担任评审的是慧禅老师，好，再来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许正伟许老师，好，那我们现在就请5年4班请准备上台，来5年4班热烈掌声。待会下一组是5年2班。垃圾变黄金。这
我们的主题有相关的，跟16指标有相关。第一个是第9指标，工业创新及基础建设。第二个是第11个指标，永续乡镇及社区。第3个是第13指标，气候行动。第4个是第14指标，海洋生态。第5个是第15指标，陆域生命。目前流落街头的垃圾量，最新总计，截至统计，目前全台露天裸露暂置垃圾量，已至2023年高峰的84万吨，降低至60万8000公吨。主要集中区超过70%集中在新竹、台南。处理垃圾的方式，阶段性稳固及防灾，多轨横跨及与跨县市调度。资源回收与分类，四色回收法：蓝色、红色、红色、绿色。塑胶编号线NET HPED HDPE PED LDPE 等1到7号塑胶的分类星期与压扁。3、高价值回收，如同废铁电器内部的铁质回收。垃圾减量与分类 Diffusion Recycle。5R 原则应用，拒绝 refill， 减少遗漏，重复使用修复 repair， 回收 recycle， 可具体实践。垃圾正确分类法，学习如何正确分类纸类、塑胶、金属、玻璃等资源。透明垃圾正确，宣导使用透明垃圾袋以及清洗对检查，避免袋中有袋。环保行动教育 ECO Education， 环保小尖兵透过课程与体验活动，培养垃圾分类与减量的观念，认识回收标志，理解资源回收标志的意义，生生不息的循环概念，减废工作法，实际动作，将废弃物改造成资源。垃圾的分析，一般弃物、交互垃圾包含属于资源垃圾、一般垃圾、近年因外动平台进行造成一次性塑胶包材摊制数量暴增，是原煤厂饱和的原因。垃圾的生命周期，源头排出，随袋征收，破袋侦查，厨余全面回收。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4班带来的垃圾变黄金的分享。那这边还是提醒，就是我们时间有限啊，那各位上台之后呢，务必要把握一下。那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5年2班。来，下一组是5年5班。
的词汇，它不叫大姨妈，也不叫那个奶，月经就叫月经，所以说是生理期。卫生棉也不叫姨妈巾，也不叫面包，也不叫高麦子。我们应该尊重女性的用词，不变成尊重女性的言语。我们不应该受到网络影响，而把一些才进入影响。我们将可以自由的讨论，而不是因为购买的时候用黑色塑胶袋，或是不敢说出口。我们应该拥有真正的愿意理解。据中医体质的饮食选择，中医加生理期不适合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你可以依据症状食物，男性体质适合食物是老姜、桂圆、红枣、韭菜跟羊肉；热性体质更适合丝瓜、冬瓜还有莲。推荐热饮与点心，糖姜茶有助于温暖子宫，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平衡。蜂蜜水，中医认为其的益气补充在研究也显示有缓解经痛。不要太常吃的食物有洋芋片、泡面、腌制食物，这些可能引起水肿、肿胀的感觉。糖果、含糖饮料也要少吃，虽然短暂会让人感觉愉快，但可能造成血糖波动。所以不要吃的就是酒精，酒精会使很多人头痛脱水，也可能会加重经痛。咖啡因也尽量少吃。还有油炸跟高脂食物，很多人吃了之后容易觉得肠胃不舒服的。吃的食物富含铁质的有红肉和猪肝，深绿色蔬菜和豆类。优质蛋白质的有鸡蛋、松鼠还有鸡肉。也可以吃富含镁的食物，例如坚果、南瓜子、菠菜。还有鲑鱼和金鱼这些鱼类也可以多吃，多喝开水也可以帮助减少胀气和维持身体健康。如果经痛很明显，建议多吃鱼类和深绿色蔬菜，像椒、豆梨，还有坚果都可以补充镁和钾。姜茶温开水，有些人会觉得喝热饮比较舒服。牛肉、猪肉、蛤蜊、牡蛎。还有黑豆都富含铁质，也可以多吃。如果今天很多人会出现疲倦、头晕、脸色苍白，建议就医检查是否有缺铁性。月经的恶化结果，正常的月经从强烈3到4天内结束，多经时超过7天有出血，后半程的日夜会可能显现有内膜出现了或内分泌物月经大概的平均一次月经通常会持续3到7日，平均的是4到5天，只要每天靠每解除血量的率谢谢大家。好，刚刚是有关5年2班带来有关于女性生理期的一个介绍说明。那接下来我们热烈掌声欢迎5年5班带来的研究报告。
再鼓励一下。我最近遭受到网络霸凌了，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我们专题要报告的题目是和平争议网络霸凌怎么办？一、截图留着，开启手机荧幕录影，从点开 APP 开始，一路滑动模板完所有关键对话，全程约10到20秒。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一步能直接证明账号真实存在，内容连续未删减且绝无意图造假，一支影片就能抵挡张回复。原来是这样啊。2、不予回应。1、绝不回洽，保持沉默，不回骂。2、默默录影，开启录影，拍下证据。可不可以只放着不理他？这些步骤真的好麻烦。答案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伤害不会停止，网络言论只有永久留存与快速扩散的特性，不处理只会让伤害扩大。纵容加害者，消极的隐忍往往只会被霸凌者视若而变本加厉。原来这一步这么重要啊3、封锁检举。1、关键画面截图需包含霸凌者的账号名称、大头贴、发文时间。2、完整上下文、前后文、恶意留言、对话记录需保持完整。3、连结备份，复制该问题的贴文等个人档案的网页网址。只要检举封锁就好了吗？没有那么简单。1、言论会外流，无法阻止截图外传。2、分身防护完，换个账号就能再攻击。3、退放没痛觉，无法让加害者承担责任。那我知道了，最后一项就一定是平台移除。我说的对不对呢？你答对了。1、精简字数，保留重点。2、避免个资外泄，例如姓名、电话、地址和账号等可自动隐去。话说回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就我遭受到网络霸凌了呢？根据最新权威调查，每100人中就约有2人至70人曾遭受网络霸凌，所以抽统一你并不算少数。大家记住，隐私不外泄，从我做起。谢谢大家。刚刚是5年5班的互霸。好，刚刚是5年5班带来的网络霸凌。那霸凌其实这些年在校园其实是蛮热门的话题。那接下来我们热烈掌声来看看5年3班带来给我们，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探究呢？来，热烈掌声，5年3班。台湾女生保卫高科动物食物，偏方发生复杂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生活圈域食物栖息地高度重叠，导致道路开发将其加以切割得进行作废。当试图为了觅食胶片或寻找天敌觅食，便不能冒险穿越马路，进而产生
全台有哪些为了动物设计的生态廊道？国道高速公路系统、国道3号通霄1号多功能跨越桥。这是台湾首座专为野生动物设计的跨越式动物通道。高工局将原本的跨越桥改造，融合两侧巨蛋，成功引导白鼻星、台湾野兔、鼬獾与濒危的一级保育类石虎安全跨越国道。为了弥补交通与城乡开发造成的经济破碎化，并减少动物因路杀而上升，台湾在多个国家公园国道及地方建设中，规划了鱼式多样的生态走廊。一、跨越式路桥，这是建于道路上方，模拟自然地形的运送通道，提供不习惯进入涵洞的动物使用。新北市指定三峡、五股等生态廊道。新北市农业局为防止野生动物跨越马路道路上，陆续建设数处生态廊道，包含公共参考廊道及自身跨越设施，提供监测到30多种不同使用。二、地下穿越道，将采取改善将军山国家公园为生态廊道，开通台湾动物专用地下道为前门。在阳金公路与高拉卡公路下方公设置了5处为地下穿越廊道，内部因不同动物习性设计，已记录到超过36种数万次白鼻星穿山鸟、麝香猫、鼬獾四属区均等动物经过农业。苗栗老庄西15廊道由苗栗县政府设计，石虎专家发现卓兰大安溪的石虎离子需要跨越老庄溪，因此特别规划了石虎专用廊道，来方便他们安全通过渡溪。国道沿线地下友善设施，台湾动物路史观察网统计指出，高工局目前在国道沿线已累计改造至少47处相关友善设施，包括改善现有路下江涵，在排水沉沙时两侧增加斜坡道，以防动物受困，增设水沟盖板等，成功守护了石虎、白鼻星等浅山动物。三、水域两栖类35廊道，彰化井水经出海口南岸通道，在自行车道下方设定的特殊廊道，让斑龟以其他龟壁类可以安全通过栖地。高美湿地路线廊道，针对路线排满地铁在堤防上改造花台与斜坡，高速路线避开车辆与人为干扰，顺利抵达海边。4、其他特殊物种标识廊道，除了哺乳类动物，台湾也有针对昆虫幼师设计工程，珍奇地球运送通道，国道3号林内段，只分别空中走廊，每到春天，台湾金曲山也会有南方眼睛。国中正飞越国道3号林内段，为此高工局每年会实施绕道机制，在国道架设高达4公尺、长数公里的防街网，经过子弹连飞刀避开行驶的车流，并在部分车流大时甚至封闭乱车道限制器。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好，刚刚5年生山透过石虎等等的廊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内的生态保育。那接下来是5年6班，那我们热烈掌声看看5年6班为我们带来的研究报告，热烈掌声。4、5、6、班。
网友网络霸凌，霸凌的对象会有什么感受的？遇到网络霸凌怎么办呢？哪些国家常有网络霸凌的问题？网络霸凌是利用网络电子设备不断伤害，就如恐吓或埋伏别人的行为。常见的网络行为有色情投票、拍金拍机、偷窃的比赛、网络游戏、聊天室、影片留言与讨论区。常见的网络霸凌留言辱骂别人，散布假消息，偷偷公开别人的照片，制作嘲笑别人的人物，假冒别人的账号，故意把所有人信息网络给并常威胁或侮辱情绪。如果上述行为持续一段时间且当事人出现受伤，这就是网络霸凌。为什么有网络霸凌？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真正讨厌对方，而是因为觉得隔着屏幕不用负责。有人认为反正没人知道是我，因此更容易说出真的真话。网络霸凌的成因还有2跟着别人起哄，3想吸引大家的注意，4嫉妒别人，或是不懂同理心。霸凌的对象会有什么感受？网络霸凌虽然并不让身体受伤，却可能让心灵被操控。心理上的感受，难过、害怕、生气，觉得丢脸、没有自信，觉得没有人愿意帮助自己。身体可能受到影响，睡不好、头痛、胃痛、不想上学，不想和朋友聊天，或原本喜欢的事情失去兴趣。有些人甚至会一直担心，是不是大家都在笑我，因此想跟不太起来。为什么网络霸凌的原因主要为是为了不正确，介入到全流的照片批判识别。第3，封锁对方，封锁或选择霸凌。第4，告诉除了信任的大人，例如老师、爸妈、家人、辅导老师，不要一个人承受。第5，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要不断的在立场变化学校、立场个人照片、观看节目及收到或者是网络信息。网络霸凌是全球性的问题，几乎所有发达及发展中网络国家都有案例，包括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阿根廷、南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调查30个国家，约每3位年轻人就有1位曾遭遇网络霸凌，许多人因此害怕上学或不想使用社群网站。我们可以怎么做个有礼貌的网友？发言前响应尊重每个人，不转传伤人的贴文，看见霸凌时勇敢求助，多一句鼓励少一句嘲笑。网络霸凌，做个我听到的小王子，我们得到5年不变呀。5年6班刚刚是有关于网络霸凌的分享报告。其实刚刚前面哪一班也有说网络霸凌，5班也有网络霸凌。你有仔细一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都一样做网络霸凌，但是里面内容有不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听？主要发现好像有些人也是坐立难安。来坐，来打起精神。来，接下来最后一组压轴哦，让我们热烈欢迎5年1班。
素吗？有。一、环保减速政策，饭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废品，如牙刷、梳子。二、国内外旅客需自备个人用品，维持环保。台湾有最高饭店停止或免费提供一次性废品，如牙刷、牙膏。另外，实况期在免税柜台购买。市政府通过减速法规，将联系餐具列入禁止免费提供项目。二、作违规免费提供，将被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国内哪些旅馆有不环保餐具？一、台北爱丽酒店全面使用环保餐具，它是国家认证的1级环保酒店。二、日月潭基地温泉和温泉酒店是1级环保饭店。实施减速提供环保餐具。三、芙蓉连锁大饭店一律提供环保餐具。环保旅馆 VS 一般旅馆。环保旅馆一、用水节水莲蓬头重复使用毛巾，每天用水量较少。二、备品提供大瓶装补充品或固体皂，减少塑胶瓶。三、用电6 LED 灯太阳能，访客离开自动关灯，超级省电。一般旅馆用水每天更换床单、毛巾，用水量较多。备品提供为访客提供小包装沐浴乳、洗发精等一次性备品。用电整天冷气照明，用电量较高。国内外著名环保旅馆，台湾绿色旅馆通过环保标章认证，节水节电超厉害。日本环保民宿用在地食材、太阳能热水，很有特色。欧洲生态度假村森林里用风力发电，超生在大自然。数据，根据统计，环保旅馆在全球中的10年内从20一直成长到2023年约6%，越来越多人加入环保行列，代表大家都更重视。谢谢。好，刚刚是有关于5年1班带来旅馆方面如何从事环保。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依照以往的惯例，我们请一位评审老师帮我们做很简单的表决。那个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徐正伟徐老师。好，5年级的同学大家好。老师看完大家报告以后，觉得我们这个专题发表专题它不只针对一个主题去做简单的介绍，而是要深入的去做探究。那今天看到6个班呢，都有查了很多的资料，把你们各自的主题介绍的还蛮完整的。那有几点呢，老师想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一开始主任就有提醒大家说，你在讲的时候不要一直看着荧幕，对不对？刚才呢，我们6个班里面只有1个班有做到，就是他可以尽量是这样子侧身，或者是呢，他可以不太用看着他的简报。那为什么有些班级可以，有些班级不行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们在做简报的时候，有些班级的字数放得太多了，那你一定背不起来，对不对？所以你就只能看着他念，你才能够把内容给说出来。
好，那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简报做得更精致、更清晰一点的话，字数减少一点，甚至帮人家画重点，那你上台的时候，你可以只针对重点去做报告跟说明，剩下的文字呢，我们台下的观众可以自己阅读，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另外呢，今天看大家上来感觉都还是有一点点害羞，那如果你在舞台上面，不管你是上来表演，你是唱歌跳舞，或是说话都一样。如果你有点说起来，像老师现在这样子就是有点，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动作，你都有点展现不出来，甚至你说话这样子，声音放不太出来，那台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根本就不知道台上人在说什么，那你会不会觉得无聊？会啊。会。所以呢，你们台下的人可能就会想要做自己的事情，不会被台上的人给吸引。所以呢，你在台上的时候，你应该要想办法让自己有亮点。那要如何有亮点呢？第一个就是老师刚刚讲到的，你光站上来，你就要非常的有自信。至少你说话大声，你要站着挺，对不对？那这样子大家看到你，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没准备好。那你没有准备好上台的人，你怎么好意思叫台下的人认真看待你的报告呢？对不对？好，那最后呢，老师想跟你们分享一句话，就是只有你自己很认真看待你要上台这件事情，台下的人才有可能认真的看待你。如果你上台你都是没有准备好的，那台下的人一定感受得到，他就也会完全没有兴趣想要听你报告。好，以上简单跟大家这样子做说明，谢谢。好，刚刚大体上觉得各班表现的都还不错，然后我们的评审还在确认最后的成绩。刚刚郑伟老师有提到几点宝贵的意见，希望你们回去修正，然后6年级，对不对？下一次发表就是6上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有更好的表现。不过主任这边突然想到有几点。我觉得你们这次1到6班有一个小缺点，就是我们做专题探究。我问你，其实什么是探究啊？对啊，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的探究？其实我们从各组的报告里面，好像都缺乏去交代这一部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觉得这个专题探究跟我资料，哇！我今天去上网下载很多的资料然后再给它整理，然后跟大家分享。请问这个是叫做专题的探究吗？你们觉得？然后回去你们想想，到底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还是说，我发现这个问题在网络上好多资料，我只要把各个资料1+1+1+1，哇，好多笔。然后呢，我把5笔全部给它汇整之后，就拿来做报告。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探究吗？请问有没有？另外，请问你们做这个探究你们到底用？我们做研究总是要使用方法，对不对？那请问，其实刚刚我主任在这边，我一直在想，你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很多人会说，我只要打开电脑，然后上网，然后连到 Google， 这就是我的方法。请问我从网络上寻找方法，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是我除了从网络上，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对呀，所以我的意思是，期待你们6年级，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元多样的呈现的研究，好不好？好，评审的成绩出来了，我们请我们5年级学年主任
来帮我们颁奖。哎，主任这边来公布优等，哇，你们期待优等吗？还是不要？最好优等不要先到我，待会特优才有机会。来，优等5年1班，请派位代表。